干得漂亮，被东大卡脖子，印度人要手搓 iPhone 了。最近关于苹果公司要把美制的 iPhone 产线迁到印度的消息不断，库克还在犹豫，倒是印度人先高潮了，先放狠话说现在是抢东大供应链的最好时机。谁知道印度人还没高兴几天，就遭到了东大狠狠的回击，他们拿不到从东大出口的生产 iPhone 所需的精密设备了。受组装 iPhone 刻板印象的影响，绝大部分的人认为组装是一件非常没有技术含量的活，有手就行。其实不然，在组装过程中还是要用到许多高尖端的设备，比如要把某个小零件焊接到 iPhone 的框架上，普通的焊枪是不行的，要用高精度的激光。再如在混线生产多型号 iPhone 时，需要用一种智能取放机，从混乱的零件中挑出组装某一具体型号 iPhone 所需的零件，再精确的送到对应组装人员的手中。听上去不难，不就是取和放吗？但是这种取放机需要用到包括视觉识别、机械臂、复合传感器、AR 学习在内的多种技术，根本不是印度这种国家能够生产出来的。如果拿不到东大的取放机，印度工人只能靠肉眼从大量相似的零件中挑选出来所需的部件，准确率可想而知。未来不排除你买了一台 iPhone Max， 里面用的是其他零件的情况。有的印度公司为了得到东大的设备，甚至跑到东南亚注册皮包公司，以他们的名义发货，然后再转运回印度。搞笑的是，这些设备运回去，印度人发现操作系统是中文的，没人看得懂，只能用谷歌翻译猜每个按键的功能。无奈印度人又提出从日本、韩国进口替代设备，但是苹果犯了难，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，新供应商的设备至少要经过1年的测试才能够投入使用，所以日韩的设备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最后苹果不得不减少给印度的订单，并且让他们尝试用最原始的方法，即手搓的方式组装 iPhone。看到印度人被东大卡脖子，我只想说干得漂亮，再送印度人一句话：活该。当美国人践踏全球贸易秩序，东大挺身而出正面硬刚时，其他国家即使不公开支持也默默点赞，唯独印度跟中了500万彩票一样上蹿下跳，叫嚷着抢夺东大供应链，尽显小人的嘴脸。印度人以为绑上美国人大腿就能够获得最先进的技术，跑步进入发达国家，没想到他的美爹也造不出生产 iPhone 的尖端设备。东大用供应链的韧性给印度人上了生动的一课。这件事的背后折射出印度人在发展制造业时存在2个严重的误判。第一，低估了东大的实力，简单的认为东大的发展靠的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，只要发达国家不愿意和东大合作了，他们就能轻而易举的把技术和资本转移到印度来，让印度取代东大的地位。其实印度有这样的印象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主要是受西方媒体的长期宣传的影响。在西方媒体的笔下，东大取得某项突破，要么是山寨的，要么是破坏环境取得的。因为如果要承认东大做得更好，不就等于变相说西方的道路有问题吗？早在20世纪90年代，骄傲的美国人就宣称，世界上国家想要成功，只有一条发展道路，就是美国道路，即华盛顿共识。可现实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东大走出了自己的路，建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全的工业体系。就拿 iPhone 举例子，表面上我们干的是最简单的组装活，实际上背后有一条漫长的果链。富士康能够带走组装，但是能够带走果链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印度人不懂这些道理，他们学了300-400年的西方，除了遍地的贫困和粪坑般的环境，还得到了什么 ？Nothing。第二，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如果把世界看成一个班级，印度人一定是班级里面最令人讨厌的那种学生，明明是个破落户，还要装成富二代，每天死皮赖脸的和有钱的同学一起玩，并且鄙视其他认真学习的人。有钱的同学拿他当傻子，怂恿他去挑衅班上最努力的学生。印度心花怒放，觉得自己终于被有钱的同学认可了，非常光荣，心甘情愿的当枪使。最努力的学生劝他别再瞎混了，好好学习，自身强才能得到尊重。可印度人不听，说班里最有钱的人已经带他玩了，他不需要努力也能获得成功。被忽悠的久了，印度的成绩比非洲同学还差，印度人的贫困率比非洲高，但是他还吹嘘自己如何受欢迎，活在虚构的世界里走不出来。印度在 iPhone 生产链上的困境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其制造业深层的顽疾，即缺乏核心技术积累，又过度迷信外部捷径。东大以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与自主创新能力，构建了果链中不可替代的生态位。从智能取放机到纳米级的激光焊接设备，这些卡脖子技术背后是数十年的产业协同、研发投入与人才储备的沉淀。反观印度，如果继续沉迷于自嗨的幻想中，即使一时拿到了苹果的订单，最终也会因为消化不良全部吐出来。